当大家以为 GME 事件在上一个月已经告一段落之后，在录制这期视频的今天，也就是2月24日，GME 股票再次被炒高至90亿美元，暴涨了104%，比你的工资涨幅还要高得非常多。究竟这次 GME 的股价会不会保留在最高点呢？大家好，我是 Spark。大家好，我是邵荣，欢迎回到 Do Love Economy 频道。虽然这期影片我们是以 GameStop 事件作为开头，不过我们并不会分析这家公司的价值以及提供任何的买卖建议，而是会站在博弈论的角度去评论这件事。如果大家想要看股票分析的话，可以参考其他的投资频道。在上个月，美国散户因为看不惯投资机构的卖空行为，而召集了一大班散户力量，奇迹般的将一个已经濒临破产的股票 GameStop 的股价推高至原本的大约30倍。这起事件也被称之为 GME 事件。在 GME 事件爆发后，马来西亚的散户也效仿美国散户敢死队成立了 Bursa Base， 于1月29日将 Top Graph 的股价推高了15%以上。然而，这些被散户推高的股价都无法维持在最高点。其中 GameStop 的股票甚至于2月1日从2月25美元暴跌至90美元，股价无法稳定在最高点有很多解释，但是今天我将会以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现象。根据 NBA 智库百科，博弈论指的是研究多个个体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应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简单来说，博弈论就是在研究，当 A 这样做的时候 ，B 会怎么样反应。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在冷战时，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就展开了太空竞赛。苏联发射了第一枚人造卫星，美国就在2个月后发射第一支火箭，这本身就是一场博弈。又或者，当 A 国提高了对 B 国产品的关税 ，B 国就会进行反击，而提高对 A 国产品的关税。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就是这样展开的。又或者，当 Coca-Cola 降价打 Bright Wall 时，你就会看到 Pepsi-Cola 也跟着降价。又或者，当隔壁公司的老板加薪给他的员工时，你的老板，不对，你的老板是永远不会加薪给你的。这些都是生活中应用到博弈论的例子。以下我将会列举2个博弈论当中非常经典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再从这2个案例当中解释 GME 事件。第一个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说的是，警方逮捕了2名嫌疑犯 A 和 B， 但是没有证据指控他们入罪。当然啦，如果有证据的话，他们就不再是嫌疑犯。因此，警方就决定将他们2个人分开囚禁起来，并向他们2个人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简单来说，警方就是在跟他们玩金手指的游戏，要他们转为污点证人，指证对方。谁不指证对方，谁不举报对方是 OK 的，但是如果对方举报你的话，那你就必须在监牢里待上10年。在4个选项当中，何者才是全体利益最大化的呢？答案是2个都静静，2个都不举证对方，都不做金手指。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只需要坐牢半年，加起来才1年，是最为划算的选择。但是如果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就未必是这个选项啦。站在个人的角度去想，如果今天对方举报我，而我举报回他，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起码这样做的话，我只是需要坐牢2年，而不是坐牢10年。如果对方没有举报我的话，我举报他依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我可以马上获释，而不是坐牢半年。大家发现问题了吗？在囚徒困境中，不管是对 A 还是对 B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项，都会是举报对方。因此，互相举报对方就会成为纳审均衡。纳审均衡指的是最有可能达成的结果。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有时候对全体利益最好的选项未必对个人利益是最好的。比如说，今天你选择加班，你公司的业绩也许会因为你的加班而有所提升，你的所有同事也可能会因为你的加班而在年终分得更多的花红。但是对你个人而言，这些都是通过牺牲你陪伴老婆的时间才换来的，对你而言未必是最佳选择。不过算了呗，现在要找女朋友都那么难了，还奢望有老婆，我们还是乖乖加班吧。第二个案例是自猪博弈，自猪指的是有智慧会思考的猪。
不要问我为什么智慧跟猪两个对立的词可以放在一起，猪其实也是很有智慧的。如果连猪都学得会博弈论，证明博弈论不难。你看完这支影片，你也可以学会。自猪博弈说的是，假设猪圈里面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在猪圈的一端，它是放着猪粮食的食槽。而在猪圈的另外一端，则是放着一个 button。当一头猪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对面的食槽就会跌下10 unit 的粮食。问题是，当一头猪选择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它必须先付出2个 unit 粮食的成本。而且在它按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另外一头猪就会马上跑过去吃那个粮食，它就会丧失先吃到粮食的机会。我们先来推测大猪会怎么想。大猪会想，如果我今天不按这个 button， 我可以得到9个粮食；如果今天我按了这个 button， 我还是可以得到6个粮食，还是划算的。可是对于小猪呢，如果今天我不按这个 button， 我还可以得到4个粮食。可是如果今天我按了这个 button， 我只能得到1个粮食，而且这个1个粮食在扣除了我2个 unit 的按钮成本之后，只剩下 -1。这样的话对我而言是最不划算的。因此，小猪是不会去主动按那个 button 的。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纳什均衡就会是大猪按下这个 button， 而小猪则抢先过去吃食物。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在这个社会上，谁掌握越多资源，谁就承担越多义务。假设今天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股东，你一定会比小股东更加 care 这公司的业绩。因此，你一定会比小股东更加常去巡视业务。身为一个团队中的小人物，即使你什么都不做，团队领袖还是会主动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因为最后被问责的是他们，而不是你。我想这也是你很多 assignment group 当中那些 free rider 的想法。懂了囚徒困境和自主博弈2个例子后，我们再来看 GME 事件。在 GME 事件中，散户就面临了2个选择：要卖还是不要卖手上的股票。在这里，大家都不卖是全体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因为可以将股价保持在最高点。但是站在我的角度而言，如果今天别人已经卖了，那我当然也要赶紧卖，这样的话我才不会亏那么多钱。如果今天别人不卖，对我而言最好的选择依然是我去卖。这样的话，我不只可以降低风险，还可以赚钱。所以最后出现的纳什平衡就会是大家都卖的情况。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股票在经历被散户推高的状况后又迅速暴跌。这2起散户推高股价事件其实跟囚徒困境非常像，每个人都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叛团队，导致全体利益受损。在我们截稿的时候 ，GameStop 股票又经历了一波暴涨。究竟这次散户能不能团结一致，将股价维持在最高点呢？博弈论已经回答了你，答案是绝对不会。总结，博弈论就是研究当 A 做某件事时 ，B 会怎样反应。其中有2个经典案例：第一是囚徒困境，大家都倾向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选项，导致全体利益受损；第2个则是自助博弈，弱者会倾向于搭便车，而强者则倾向于担起责任。在游戏驿站扎空事件 （GME 事件）中，散户们就选择了在高点抛售股票，导致股价暴跌。我认为博弈论是对人性的洞察中所得出的看法。经济学家常常假设人是理性的，那么人只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因此很多时候结果就会符合博弈论的预测。不过幸好人不是理性的，人有很多心态，包括报复心态、合作心态等等，这些非理性的元素促使人们可以展开大规模的合作，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原因吧。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你对于 GameStop 这起事件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频道之后还会向大家介绍更多的经济学概念以及讲解经济学书籍，马上订阅关注我们吧。我是邵荣，我们下期再见。